廖先生在吗？我是山涧村的古平原，廖先生在吗？这没什么，廖先生，别那么讨厌。哎，姑娘，是山涧村的白世安白先生让我来寻他的。你真的不是来讨债的？啊？进来吧。快点。出来吧，不是要债的。不是来要债的，那就是来送钱的吧？我呸！走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借他大钱，不然呀，他下辈子才能还你呢。我呸！谁让你给我定日子了？下辈子我也不还。客人来了，赶紧沏茶去。哎，你行了吧？沏茶的东西都让你给当了，我拿什么沏啊？坐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廖先生，我叫古平原，是山涧村的，村里的白先生让我来请您。请我？请我去喝酒吃肉，还是品茶叙旧啊？请您去炒茶。炒茶？炒什么茶呀？那茶山都让那帮混蛋给烧光了，哪有茶可炒啊？再者说了，要是有茶可炒，我至于输得这么惨吗？有茶可炒，你输得更惨。这谈正事儿呢，你少插嘴。你可别骗我啊！不敢。村里新进了一批茶苗，想在清明前再收他一季。村里人可都指着他穿衣吃饭呢。好，拿来吧。什么呀？银子呀！你个傻瓜啊！对。哎，不行，你可千万不能给他银子。哎，他这什么都没了，就剩一张嘴了。你要给了他，就打水漂了。我自然是拿着银子到当铺，把炒茶的家伙事儿给赎回来，这还用你说呀？你得了吧你！别给他了。你说，这些当票呢，你就先拿着，就当定金了。你到时候把那些东西都赎回来。你要是真心请我爹炒茶的话，你就派辆马车过来接我们就行了。但是你万万不能给他钱。啊，明白。多谢廖姑娘，多谢廖师傅。姑娘，你当着白先生朋友的面，别这么塌我的台面好不好？你还有台面可塌吗？那台面早让债主给塌光了。哎，你赶紧进去躲着去，到时候人家来打你，我管不住啊！你赶紧，走，我赶紧送你，不然到时候他变着法儿的问你借钱了。哎，我家可欠不起这债。来，姑娘，这5两银子你还是收下吧。你在可怜我？啊，不敢，只是不想他老人家过得太困苦了。5两银子也没多少，您拿着，买点茶饭也好，就当是晚辈孝敬他的了。我爹炒茶，他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的。到时候我好好督着他，包您满意。那谢谢了。哎，告辞。姑娘啊，好歹留点现银子。要债的来了。闺女，哎呀，你分给我点散碎银子吧，就算爹求你了啊！哎，闺女，
哎呦，叫我们来干嘛？这又是视察吧？各位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年的茶呀，还得仰仗各位辛劳，咱得收茶呀。不是，你说句公道话，这茶园都烧了，我们怎么拿茶给你们呀？我再说了，那之前欠的茶钱，那什么时候还啊？胡老二，就属你们家种的茶叶最次了啊！要不是二爷我开恩收你的茶，谁还会要啊？还敢跟这管我要钱？滚蛋！今天特来提个醒儿，这战火连天的，要不是咱们侯二爷给你们找到了买家，何西北风去啊？啊！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如果你们要是损了二爷我的信誉，别说茶钱，毛都没有。走，走，让。正月财戳是新年，二月财戳迎新春，三月财戳桃花红，四月财戳坐茶忙，九月财戳菊花红，十月财戳小阳春。11月财戳雪花飘，12月财戳又一年。廖师傅，哎，他都睡着了。都馊了。我眼看着二哥呀，把饭团放到嘴里，嚼都没嚼就睡着了。哥，你看我多辛苦啊，吃着饭都能睡着。你学不来，我怎么就学不来？拿笸箩。哎，上茶青。哎，廖师傅啊，哎，这茶的香味儿好怪啊。怪，怎么怪了？好像有股松针香，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。爹，你看着没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货卖于十家。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。有松枝香啊，一点都不错。哎，我这口铸铁锅，你知道多少年了吗？不知道。大明嘉靖年制。哇，这么老了？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。这锅呀，是越老越好用，就是容易生锈，还容易烫手。要常常用，常常养。这老辈人，怎么养锅你知道吗？用松针。
对，炒松汁儿啊，一是让年轻人练手艺，二是把松汁儿里边的油榨出来养锅。这口锅几百年用下来，炒茶它自然有那个松木香味儿。细品呢又逮不着，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。再加上我炒茶这火候，这茶喝下去入口清香，回味绵长。行了，爹，你就别老数落在盛盘里自夸自。那白老哥，身子骨怎么样啊？啊，好些了。好，等我炒完茶，我去看看他。哎，再拿点茶枪。哎，我去帮忙。快点。我说平原，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，就一个闺女。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，我弄死他。打得我啊！我看你家老二啊，人不错，未免一死，要不要做个圣门女婿啊？啊？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快点啊！哎，娘啊，好香。您尝尝。你急什么呀？香味还没有闻饱就喝茶，糟践了。老嫂子，您是行家，种了一辈子茶，总算懂了一点。廖先生面前不敢卖弄。果然好。哎，那您说，它好在哪儿啊？这口茶下去，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内，处处香味不同。这香味也奇了，有松针的清香，也有一股兰花香。可明明是喝的我们家的银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您猜猜呗。那我看是他们把茶园烧了，土地的火性大。收茶之前，又下了2场雨，清明前的雨水阴气重，明火逢阴水。种茶的人管这个香叫造化香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就是这句话，老嫂子，我老廖是服您了，您是真的行家呀。这么着，从今往后，我老廖给您家炒茶分文不取。这哪敢啊！哎，廖师傅啊，咱们得此好茶，您给它赐个名字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啊，我老廖炒了一辈子茶，哎，这是我一生得意之作。我家呀有一本炒茶的古书，书中道：其香似兰，其毫胜雪，故名兰雪。兰雪这个名字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听。好，兰雪，就它了。好，我去看看白大哥。哎，我陪你啊。走。廖先生，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一遍招呼了，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买了。啊？你疯了？就像您说的，这茶香气特殊，非同寻常啊。
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。你还会做买卖，没看出来？你知道这些茶要给谁的吗？我知道啊，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？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，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。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啊，自己来卖，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批。啊？你自己卖？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啊，这茶呀，就像大姑娘一样啊，过了这阵子啊，它就不值钱了，啊，这做买卖，你说你，我把那10个人打的都叫我爹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呀？老二，我让你去收茶引子，你收了多少了5000斤。5000斤，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？你以为我说笑的？我真的买了。大手笔呀，人不大，野心不小。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。要不要咱们打个赌啊，看看谁能赢？哎妈，爹，我想了想，咱炒茶那些家伙事儿就不带回去了，省得您又给当了，到时候吹牛的本都没了。哎，不带回去，那锅谁养啊？您一当半年，也没见您养啊，净搁当铺里生锈。你别总当着外人的面说我不爱听的啊。锅不带回去怎么办？放他家里，明年我们还来炒。郭老二，哎，我跟你说句话，嘿，你这花花肠子，我要是看不出来，我白活。等，你管管你爹啊！住手！这，咱们还得去白先生那儿。哎，我盯着你呢啊！这水费呀是不同的，现在是蟹眼费，就是螃蟹的眼睛。此时这水是7分熟3分生，用来泡旧茶最得力。你看，现在呀是莲花费，从下往上形成一个水柱，是越往上水花越大。此时的温度是9分熟1分生，泡新茶那是恰逢其时。这个水温还能把茶叶的草腥味儿给烫掉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荷叶费了，10乘10的熟。这人老了，这是什么都通了，就是血脉不通。看到世上的事儿啊，也没兴趣了。硬硬朗朗活着还行，要是病病歪歪活着呀，那就没意思。哎，不如早死早拖上。爹，你又胡说八道。哎呀，你去年藏的这个血真是太好了。汤剂就多喝。那是一枚藏的，我可干不了那水磨功夫的活。哎呀，这血取得好啊！我还真舍不得用，都用没了，您喝什么呢？喝不了几天了。那倒是。你都喝掉便是。那孩子手巧。年年冬天都在地窖里存几10坛子的血给我煮茶用，以后没有这日子了。哎，这人呐，哪能一辈子喝好茶呀？有好茶咱们就喝，千万别舍不得。没有也别惦记着，你惦记着，就是自找苦吃。这话倒是。我想了10几年女儿的轻浮，怎么还贪恋这些？你比我通透。
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儿。赌徒的眼赛加减，还说没事儿？先生他遭罪啊。嗨，世上的人谁不遭罪啊？就说皇帝那老儿，他就那么开心，还不是死在了热河，做了异乡之鬼呀？行了，你别胡说八道，赶紧把你鼻子下面的坑堵上。廖师傅倒说的没错，白先生他的脉象啊，其实都已经绝了，时而能摸到，时而摸不到，全凭一口气在那吊着。我知道，他心里愤恨，有些关他过不去。他嘴上总说着什么都看透了，实则未必。人呐，都执着啊。你想想，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，老子非一刀宰了他不可。看把你能的！这些天啊，先生偶尔还能说一两句笑话，但是我清楚，那都是他强撑的。我白家老哥一生行善，不该遭这个罪呀。哎，廖师傅，你这是？我送一送他。你干嘛？哥哥，这杯子旧了，换一个无妨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守着没用。多谢。哥哥，一路走好。喝酒去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待我如亲子，教我立身之本。虽然我跟一梅无夫妻缘分，可依然有兄妹之情。今生如果再次遇到她，我一定会尽力护梅子周全。您放心吧。
廖师傅，有个事儿我要向您请教。你是读书人，我就是一个烂赌徒、糟老头子，有什么可请教的呢？我不懂为什么杯子一碎，先生就走了呢？你看这人啊，从小到大，慢慢变老，老就老了呗，无非是死了之后，再换一副新的躯壳。念念不忘一个旧杯子凉茶叶，比我这糟老头子还蠢。古平原谨受教。老哥，本来想啊陪你喝一顿，走得太早啊。咱们地府再见。这葫芦酒我留给你。老哥，酒不多，省着喝。古大，古大，开门！古大，古大，开门！古大，古大，古什么古？你这是加蛋呢？你把气喘匀了啊，慢慢说啊。谁呀？把你吓得脸都歪了。侯二爷来了。谁？侯二爷。哦，知道了。他天王老子呀，用得着吓成这样吗？嗯，他可是咱们徽州最大的茶商，那往年都是他收咱们村的茶叶，今年听说你收走了，有点不高兴。哎，就在祠堂歇脚呢，让我过来喊你。他来喊我，你跟他说我没空啊，我还没睡醒呢。哎！古大，你别这样，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。那说出来得吓死你！那你说吓吓我。他可是茶商会的人。什么是茶商会啊？安徽合省有个茶商会，那都是几百年的大茶帮，南来北往的茶叶管漕运的都是他们。这事儿啊，也是咱们村里边人想占你便宜，看你出的价钱高，便卖给了。但是你知道，这是要惹祸的。惹祸？我惹的祸还不够多吗？你去告诉那什么侯二是吧？哎，侯二爷啊！你告诉侯二爷，说什么时候等古大爷吃完了早饭，喝完了茶，才能见他。他要是不服气的话，从哪儿来滚哪儿去。你不能这样，你太年轻了，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啊！我听说过他，不就每次来了以后像皇帝一样打鸡骂狗、挑三拣四的，欠着茶农钱半年不还的，不就是他吗？你告诉他啊！这批茶叶我收定了，我就不惯着他这个臭毛病，让他不服气啊，自己来找我。侯二爷，您猜怎么着？古大他还没醒呢，您来早了。要不我给您先弄点吃的。哎呀，我这一天跑多少个村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在你这儿等他醒，去把他砸醒了。别的，侯二爷，这些采茶的一天不吃不喝，
走路都打晃。您让我砸门，人家不得揍我？哎，哟，二位爷，请了。你喝点什么？你这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喝什么地方的？本地的。本地的，不妨来点银毫，价格不高，香得很呐。都来一些吧。哎，来尝尝这银毫，请。怎么，不好吗？老板，你看我们像没钱的猪吗？为什么不拿店里最好的银毫出来？哎呦，不可能小瞧二位爷，这银毫啊也是顶级货色。就你这，全是粗梗大叶，上好的金牙一丝没有，这顶级货色。哎呦喂，二位爷，我眼拙了，行家来了。您呐有所不知啊，今年皇上搞万茶大会，茶商工会把所有的好茶叶都收了上去，说是要运到北京去比一比。什么是万茶大会啊？这个万茶大会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讲的那么热闹，大家伙来就是想问问，咱们茶商会这边有何准备？我们也好闲事。对，那不过是个噱头。新帝登基，尤其是江南那几个省刚刚光复，运河也疏通了，啊，皇上呢是有个想法，让南茶北调，就是让大家的日子啊过得舒服点儿。你玉山开道，玉水搭桥，非把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给摘回来不可。对呀，摘回来，摘回来，摘回来。所以呢，我请了京城最大的茶商李万堂李老爷到安徽一叙，据说他官商两面很吃得开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要说这万茶大会呀，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买卖家，京城巨商李百万、李万堂老爷操持的。正好赶上今年太后要过寿了，这小皇上啊想讨娘亲的喜欢，李万堂老爷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，把全天下所有的名茶全部一块汇聚到北京城，比上一比，一定要派一个座次。前些年呀，这京城的茶叶呀，贵如黄金。一两不怎么样的毛尖呢，要2吊钱。这一两上好的猴魁跟龙井，1两金子1两茶，还供不应求。如今呢，天下的名茶聚集京城，夺的是个头牌，争的是个市场。顶尖的上供给2位皇太后喝，皇上御笔亲帖，制成大饼，名扬天下。你说这算不算千古盛世啊？但我有一事不明啊，这个茶叶怎么排座次？猴魁有猴魁的好，银毫有银毫的妙。有的人爱喝新茶，有的人爱喝陈茶，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的口味，这天下第一怎么选呢？哎，有了，谁的官大，谁说了算。皇上老子说是天下第一，你还能不认啊？哦，那是，心服口服。我有话说。你要疯啊！他憋死我了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，叫侯二，平常帮我管管收茶的事儿。哎，抱歉了啊，冒犯了。哎，说什么问题啊？快说！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，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？什么叫不买账啊？哎呀，囤积居奇，就是不卖给我们。这茶商会又不是衙门，那人家不卖，那自然有人会去买。哎，你是不是言语骄狂，得罪人了呀？嗯，绝对不可能啊！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。嗯，哎呀，真好。
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，他呢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咱们茶商会。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，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，在那侮辱您，那我真是听不下去。他怎么会晓得我？你别胡说，没胡说你。哎，诸位都在啊，这件事儿啊，胡老太爷能忍，侯二爷我忍不了啊。从今儿起，如果谁要是收那个村子里一片茶，那就是对胡老太爷、对我侯二爷不敬，啊！哎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古平原，古平原，古平原。古爷是吧？你是二爷，侯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，这三界村的茶，要是进了1两。这店就干不下去了，惠州这一块，你是指望不上了。茶商工会，好大的势力！唉，可不是嘛，几百年了，南来北往漕运，只剩他们，全国的商会，互通生气，在这一行人家就是老大，这有什么怨气？说不出啊。怎么样，都听到了吧？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？是你得罪了他，又不是我。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想茶呢。想茶，你拿个主意啊！你有主意吗？你要我说呀，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，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？你也觉得我赢不了？你拿什么赢啊？哦，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，谁敢收我们的茶呀？我想这天底下，总有收礼的地儿。这样。回去以后，咱们把蓝雪茶捡些好的出来。我要上京城，和他们拼一拼。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，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，刀架脖子上都耽误不了你吹牛。胡老太爷有苦拜访。晚生古平原，拜见胡老太爷。古先生，坐下叙话。啊，你就是那个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？带头谈不上，侯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，我当时心里不忿，言语间多有冲撞。知道胡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，今日特地过来请罪的。这个侯二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。不过，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，人家还都说我一句公道。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还请古先生多多包涵。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，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。胡老太爷，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，特地带过来，请您品鉴。这不是银毫吗？这上面的“蓝雪”二字是何意啊？此茶得天地厚爱，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，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，又有如雪后的青松，凛冽高洁，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。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。你这么胡乱的起名，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？难怪侯二不收。你把它改成银毫，再拿来给我喝。胡老太爷，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，是一种新的味道。要不您尝尝？哎，什么新的旧的？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，
哪能这么没规矩啊？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，以后大家伙儿要都胡乱的起名，我管还是不管呢？改回来吧。恕难聪明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自己会走，走快点，松开手。可算是回来了。来吧，坐。大伙儿都在这儿呢，说说吧。我还没听明白，怎么了？人家茶商会正式说不要咱们村的茶叶了。是那个侯二说的吗？不光是侯二，光一个侯二也就罢了，要是人家茶商会说不要咱们的茶叶，那可就把咱们全村给坑了。是啊。来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金条，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。兴许侯二爷也就把气儿消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凭什么呀？我不去。你不去谁去啊？哎，吴家，你们这两个可不能忽悠人啊！哎，你上次挨揍还没够是吧？你瞧瞧他，负荆请罪。行啊，这金条我也背得，错我也认得。只要为了咱们村子好，就算让那个侯二扇我几巴掌，也值啊。但我想问一下诸位，然后呢？我又没有抱着侯二的孩子跳井，他何至于这么恨我？无非是想压我家茶叶的价格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去负荆请罪，他要借着势把全村茶叶的价格再往下压，那你们现在手上的茶叶是卖是不卖啊？哎，卖是不卖？对，压价。卖是不卖？今日我和我弟把城里的茶叶店都跑了个遍，现在市面上1等的银毫卖1斤3吊3，这么高？这不高。 2等的卖2吊，就算是3等的茶，也可以卖到1吊7。1吊7。但那侯二，他一张嘴就要用1吊3的价格来收我家最好的茶叶，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入到他的荷包里去了。哦，咱们每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种茶，累死累活不眠不休，就是给他姓侯的发财吗？ 侯二也太不知懂事了！回头再来闯来，一顿棍棒弄死他！行，顾大，你也别说那没用的，你就说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天下的茶商又不是都死绝了，区一个茶商会，他是朝廷啊，他是官府吗？他能一手遮天吗？ 我们徽茶的大客商，有京城的，有内蒙的，有西北的，这些销路我全可以包办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我希望你们可以信任我，咱们可以做到共同进退。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，那得真金白银，那得拿出来。对，没错，是啊，对。那这样。 我按照山下茶商会的价格，再多加1成，把大家手中的茶叶全部收到我这儿来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好，行。顾大，咱这就别赌气了吧？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那你就别管了。那诸位，咱们说定了，诸位再等我几日，咱们现银交易。好。哎，
顾大，顾大，你疯了！你看，顾大疯了，彻底疯了。哥，我说你怎么又发疯了？你刚才那话你不能那么讲啊！那我应该怎么讲？我想了一路，我有办法。你问我，你说什么办法？你要我说啊，你逃了吧。这金条我们不背，他自然有别人去背。你听着，明天早起跑一趟山西，带2个伙计，帮我送一封信，找靳大奶奶，跟她说，问她借点银子。你拉饥荒啊？那借人家多少合适啊？5、6万两。你别折腾我，明天这金条啊，我背。哎。八英老爷在吗？毕八英，这位先生客气了，有什么见教？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，我就是本地茶商，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，希望您看看。山不转水转呐，啊！不怕告诉你，古大，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的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。我现在送你一句话：2山叠一块，你给我出去！还敢跟茶商会作对？哼！安徽茶商公会胡玉泰，在此恭候李兄。哈哈，吴老太爷。李兄，请。请。安徽今年1等的瓜片、银蚝、猴魁，全部照价全收。太好了，您一来啊，我就算心稳了啊。不过呢，这次请您来安徽茶商公会呢，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您多多成全。万茶大会，哎，正是。这回呢，安徽无论如何也要我个头筹。哎，诸位，坐。诸位可能也都听说了，先帝驾崩于热河，京师换了主子，现在是过去的懿贵妃跟六爷共同主持朝政，年号叫同治。同治啊，既是君臣同治，又是叔嫂同治。哦，这个好。我这话可不是闲话呀。这次万茶大会名义上是李家主持，可真正品茶评茶的是六王爷。这可不是茶会啊，这是生意。哎呦啊！那你安徽茶要多亏，那云南茶、台湾茶怎么办呢？这中间窍门可就多了。老太爷。谁呀？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，送了拜帖，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。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，明明是银毫，叫什么蓝雪呀？洪总，别，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。来，我瞅一眼，看看这是谁。一点规矩都不懂，什么东西这？哼！你的就叫。我们老太爷说了，他没工夫见你，正陪客人谈事儿呢。来，原帖奉还，请回。哪里来的客人？顾兄，李清兄，我就猜到了，想必就是你。行，别在这说，先走。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？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，他眼睛里能夹你。你听我的。找个时间，我想办法帮你俩说和说和。
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？在山西的时候，我把他得罪得死死的，指望着他来帮我，算了吧。也是。那这样，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，我自个儿掏一笔钱，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。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？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铭珠肺腑了。哎呀，只是我家这蓝雪茶呀，那可是千古的美女。要是只混迹在庸脂祖粉里边，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。来，蓝雪。如何呀？天姿国色，果然是知己啊，肯说真话。可那有什么用啊？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，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，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，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！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。你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现在就是个茶农，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。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，那我怎么办？任由他们欺负啊？我看你是没路走了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。我早就习惯了。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，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多亏？能啊。蓝雪夺魁，你这多个状元，画马游街，高官得坐。哎呀，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。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？就知道讽刺我。哎呀，不过说起来，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，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。不过再往后的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反正我没路走，我也不怕，就指着你了。爹，这是哪儿来的？爹，这就是那个蓝雪茶。你倒是好心啊，帮他说好话。这怕是比1等的银行还要好呢。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。嗯。我觉得呀，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。这么好的茶，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，那岂不是？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，这很好。这么好的茶，如果我们专营专卖，也是件好事。可是它是古平原的茶，那就另作他讲了。为什么呀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，他会怎么样？我谅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。咱拿就拿了，他敢得罪李家吗？你说的也对。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，因为折了他的面子。
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，那立刻就反了，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。再说他这个茶，一年有多少产量？我们几百家店铺啊，难道就靠它来维持度日吗？假设这些都不存在，我这么做，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原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气焰？有朝一日，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，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，不跟我们合作了？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，想取而代之啊，很有这种可能。野心这个东西啊，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，着起来容易，扑灭就难。人世间啊，规矩是第一位的。什么叫规矩？我是爹，你是儿子，我见客人坐着，你就得站着。如果连这个都没了，还做什么生意？送你7个字：芝兰当道也要出。我已经告诉京师所有的商人，不许买古平原的茶，你也不要搞小动作，让我知道不会饶你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儿？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？我是没本事给你干，我连1分钱我都没要着。哎，屋里烧着热水呢，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？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。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，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，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，手心向上管他要钱，那不得把咱逼死呀？娘腿脚也不好，还得跟着咱俩逃命，真可怜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？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。我把那字条递进去，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封号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好家伙，人等得起，那茶也等不起呀。再说了，你那2个指头宽的字条，你管人要5、6万两银子，凭什么呀？你能不能学聪明点？不是，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！哎，我也不说你了，反正我皮糙肉厚的，我命贱。明天我背着金条去。你喝点热水，洗洗脚再睡。我以后再听你的，我就是头驴。哎，放里边吧。好的。好的。放这里吧。慢点。哎，朱老三，就你最鸡贼啊，别缺斤少两。不会不会。来。发财我来帮你。谢阿姨。到你们家里去，把茶叶放这儿。来，你喝呢？哎，哟，老嫂子，吃着呢。要不要一块来吃啊？这饭我就不吃了，这茶叶卖出去，我的心啊就放下一半了，比吃啥都强，对吧？对。那个，我山下还有个表弟，那还有一些好茶。哎，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？还你表弟的茶，你老舅的茶呢？啊，我老舅茶你们也要？要你全家的茶。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收，把话放出去。除了咱们村的茶叶，其他村的我也要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只收1等的茶，2、3等的就算了，所有收茶的价格还是多加1成。就这2日，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，你也好心里踏实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可就这么讲了。嗯。谢了，谢老嫂子。哟，
谢二爷，谢二爷，告辞。哎娘，咱家有只鸡，咱杀了炖了吧？养得好好的，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？下蛋，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。您没听说吗？咱不过了，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。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？您没看见，前2天啊，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，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，全在外边铺着呢。您是没看见，还吃得下饭呢。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，没规矩。老大，你干什么啊？你不是听他说了吗？我就是收了点茶叶，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，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？行，你别笑嘻嘻的。你是李百万啊，站着房躺着地，金山银山数不过来，你拿什么给人家呀？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，我爬着我进城，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，死了清净。古先生在吗？我要茶了。靳大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靳大奶奶，您就是靳大奶奶。二兄弟吧？那日不巧，我去了大同分号，说是二兄弟来过，饭没捞着吃，茶也没捞着喝的，我这不落忍劲儿的，赶紧来赔个不是，对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敢。靳大奶奶，里边请。哎，娘啊，娘，这是我山西的朋友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祝老太太身体安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。老太太，我扶您进屋说话去。哎，我们当家的还得老几位问你好呢，带来礼物啊，我也都捎来了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奶奶。哎哥，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把箱子打开自己瞧。大奶奶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。古兄弟，在外面那点野性子，回到家都收起来了，看你还真是新鲜。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假的。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？又回老太太话，古兄弟啊，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，山西3000家票号，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，自当人人遵命。话说我来晚了1日，应该向会手赔罪。哎呀，不用这些礼节。娘啊，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。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。客人远道来，你们要好生招待啊！乡下人礼数不周，请大奶奶别见怪。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，您老先坐着啊。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，以后就没有会手这一说了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古兄弟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，真正是大英雄啊！那些得罪你的人啊，全是瞎子。哎，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，谁都可以得罪我。倒是大奶奶您，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，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。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以我们的交情，古兄弟啊，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。当家的身子弱，不方便出门，我若不亲自跑一趟，那是断不能放心的。怕你用的不方便，全部换成了京城4大横的银票，1万两一张，一共有20张，现银兑付，不知道够不够使？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。用不了就存着呀。我当家的说了，难得古兄弟能开口，我们可是太高兴了。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，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咱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？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，路子有的是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，跟村里的人赌口气，我也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。不管怎样，在这里谢过靳大奶奶了。行，听你吩咐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商场如战场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这么快啊？不留下吃口饭吗？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？
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，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。谷兄弟，你有你的生意经，我也有我的生意经。谷兄弟，少送。不让须眉，自当如此。加点小心啊！跟你们说啊，这所有的茶呀，都按照等级分开放好。这仓库不够用了呢，我们可以再租。我哥说了，只要是来送茶的，只要是头等，都按照比茶商会高一层的价格收下来，知道吗？是。二爷，船租好了，您看看去吧。看看去。看看，觉得怎么样？哥，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，那没有个人参加的，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。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，行不行啊？这天下事都得豁出去干。怎么，没有他们，我们就没路走了？那不是有规矩吗？规矩都是他们定的，只对他们有利。我还有我的规矩。不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这蓝雪茶，我也得争口气。这样好的宝贝，落在世间无人爱惜，岂不冤死？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。吃了午饭，咱们动身去京城。真的啊？商场如战场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，耽误一刻，我要你脑袋。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？来一口。我不喝，我都困死了。就快过山东境了。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，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，在家里好好扶持老娘，可没有想到，还是要四处漂泊，这可能就是命了。哎呀，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。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。这以后成了亲，老婆孩子一大屋的，倒没那闲工夫了。四处跑，也有四处跑得好。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？那里的星星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，很亮，很美。哥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这回出门前，娘跟我说，就当跟你见见世面，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平安。你也是，就当散散心，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一梅她是个人，又不是个物件，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，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。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在里面疼，半夜酒醒，推枕而起，感觉心口憋得慌，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。哥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！你怎么了？酒喝多了。